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谁在那里？喂，这里为什么这么热？能不能把空调关了？女人，你再不想，我会把这里调到88度，把你活蒸了。活蒸？什么活蒸？话说空调有88度吗？好英俊的男人。怎么有点眼熟？在哪儿见过？哎，这是什么发展？你是谁？你想要做什么？女人，你给我生的孩子在哪里？什么？3年前，你怀了我的孩子。孩子现在在哪儿？孩子？我说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都不认识你，怎么会有你的孩子？我连男人都没有过呀，所以……石小念，24岁，三流少女漫画家，现居住在 S 市。他说的都没错。要不要我将你从小读的每个学校、认识的朋友、家人的背景都复述？可是先生，我真的不认识你。别跟我装疯卖傻，把你藏起来的孩子交给我。我真的没怀过孕，你能不能好好查一查？不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查？好，现在就来检查。你没生过孩子，身上怎么会有疤？这是难为手术留下的，哪有剖腹产割这么侧面的？那你就是顺产，我要检查。啊？这怎么检查？检查也不用靠这么近吧？这叫近。石小念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负距离才叫近。你胡说什么？不要太过……哎，是梦？见鬼了！我怎么会梦到自己被男人绑架，还拼命问我要孩子，最后还通过那种方式来检查？那种感觉很真实，真实到现在还能记起那个人的嘴巴和身体的温度。石小念，你小男人想疯了！唉，好吧，看来是我昨晚看这新闻看睡着了，所以才会梦到那种梦。想想也是，我怎么会和宫欧这种人物扯上关系？宫欧是谁？NE 跨国集团总裁，亚洲人，出生于英国席贵族，有1/4的欧洲血统。20岁自立门户，到今年旗下主公司成为全世界市值第1的上市公司，福布斯富人榜榜首。而他今年年仅28岁。这样一个男人，跟我有半毛关系啊！继续上班。好痛！怎么会？难道梦里被人强了，现实中还能残存痛觉？那种事真的会有那么痛？完了！石小念，你一定是从来没有男人，寂寞的快疯了。早上好。天哪，公公好帅，好性感啊！我好想冲破屏幕扑倒他。听说他在我们 S 市建了一栋城堡居住呢。城堡啊！他赚的钱，你知道要绕地球几圈吗？宫欧，又是这个名字。近日 ，NE 跨国集团总裁宫欧突然回国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会场地点早早的就围满了记者和粉丝们。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负距离。女人，天哪！石小念，你是有多寂寞，才会对着只活在新闻里的男人做那么真实的春梦啊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我得去谈恋爱。可我宅习惯了，一时之间上哪儿找个男人谈恋爱？真扎心。对了，相亲，我可以去相亲，这样就可以摆脱寂寞带来的荒谬梦啦。第一天打了1天的王者荣耀，
3减掉阿尔法加1乘以1减3减掉阿尔法乘以71%减去3减掉2等于73减掉阿尔法，记住吧。不摸。快看那个人，好像要不行了。相了整整1个星期的亲，都快吐了。男人就是靠不住。有没有搞错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可是女浴室，请你们出去。是他们，没错。啊？石小姐，龚先生要见你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？这个人是宫欧。也就是说，那不是春梦，一切都是真的。1个星期前，那个温度高的让人眩晕的豪华房间，还有那个男人，全是真实存在的。其实从那天早上就察觉出哪里不对劲，可我宁愿欺骗自己，这只是一场梦。我被这个男人给……怎么会这样？这里我只要这女人在。是，龚先生。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凭什么把我们赶出去？不行，我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站住！石小念，你以为你能从这里走出去？龚先生，我想我们不适合在这里交谈，而是在法庭上对峙。法庭？哼，夺子大战吗？第一，我宫欧不会为你这种女人上法庭。第二，如果你真动了这个心思，你活不到走进法庭。什么叫我这种女人？什么夺子大战？龚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哼，死不承认的女人，还真是让人头疼。放开我！你放开！石小念，你以为我在和你玩霸道总裁的游戏？什么？放开！好痛！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给你1周时间交出孩子，你却给我不断相亲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不听话的下场。让他给我乖乖待着。是。这次没办法再欺骗自己，一切只是场梦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可他是宫欧，我能赢吗？龚先生，带走。我说过了，我根本没有什么孩子，你到底怎样才会相信我？相信你？我宫欧不需要相信任何人，我只要得到结果。石小念，不想再吃苦头，就把我宫欧的孩子交出来，否则接下来你的人生会生不如死。小姐，谁让你招惹上龚先生？龚先生是什么人物？他要你生就生，要你死就死，何必再做无谓的反抗？石小姐您好，我是龚先生的管家丰德，这是测谎椅，请坐。测什么谎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哎，等等！少爷说石小姐怎么都不承认3年前生过孩子，要我做一下检测。你们弄错了，我根本没见过他真人，哪来什么孩子啊？那么石小姐，我开始提问了。问完我就可以走吗？姓名？石小念。石小姐，你3年前在做什么？3年前，我创作了《他的独占欲》这套漫画。除此之外呢？还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？没有了。石小姐，你当时应该是在怀孕。没有，我没有怀孕。是诚实的答案。不可能，经过调查，3年前你一直宅在家里，几乎没有出过门。见到过你的人也都是看你穿宽松的衣服。如果不是怀孕，你为什么要在家里躲1整年？那是因为我在画漫画，
我创作的时候喜欢宅着，我穿宽松的衣服是喜欢舒服，很奇怪吗？3年前的大年初一晚上，石小姐在哪里？大年初一，应该是在老家过年。我每年都回老家过年。不，那晚你和我们少爷在一起，而且是你主动的。哎呀，没有，像他那样恶劣暴躁的男人，我看一次恶心一次，怎么可能主动上他的床？这女人居然说我恶心，我没嫌她做作，她嫌我恶心。龚先生，那女人说话就是故意的，欲擒故纵，想引起你的注意，别放在心上。欲擒故纵。石小姐，我们调查过你了，你只是石家的养女，有个小你1岁的妹妹。从小到大，你处处不及妹妹，从容貌到能力，你只是个3流的漫画家，她却是风靡全国的1线女星，还是化妆品王国穆家的准少奶奶。我请心理专家分析过，长期的自卑和嫉妒会使你很想超过妹妹，所以3年前的大年初一，你设计爬上少爷的床，希望凭借一夜贪欢飞上枝头，但少爷没有理你，你吃了个闷亏。后来发现已经怀孕，就想母凭子贵，怕少爷不要，所以偷偷躲起来生下，以待时机，对吗？长期的自卑和嫉妒，真是好笑。他是什么专家？认识我吗？了解我吗？凭什么就这么给我下定论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唉，石小姐，如果你真想母凭子贵，否认是没有用的，不如直接开出你的条件。我说了没有。别说我没怀过孕，就算我真有了那个男人的孩子，我也会马上打掉的，这样你们放心了吗？有1周事后避孕的药吗？啊！什么时候了，他居然只想得到避孕药，一副避恐不及的姿态。别揉了，滚！是，龚先生，这个看起来一般的女人，居然比谁都有段数，竟然生了宫欧的孩子。宫欧身边的女人来来去去的本来就多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生过孩子的，想上位是越来越难了。少爷，我已经用了各种方式询问石小姐，我只听结果。测谎的结果是，石小姐是诚实的，她并没有撒谎。诚实？居然是诚实的！少爷，会不会是我们弄错了？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会弄错？我亲自审。你从哪儿？你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石小念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识相的赶紧把孩子交出来。不是已经测试了吗？你应该知道我没撒谎，是你们弄错了，赶紧放了我。放？你觉得我会放过你这个骗子？你无理取闹！我无理取闹？你这个女人真是嘴硬啊！你藏着孩子，不就是为了跟我开条件吗？装的可真无辜啊！这场审讯到底还要多久才能结束？我好累啊！这就昏了，简直比杯子还脆。少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准备一个房间啊！可是我很好奇，这个女人到底还能撑多久？这里是，这是哪里？石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石小姐需要吃点东西吗？厨房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36个主厨，风味不一，您想吃什么都行。这是哪儿？石小姐，少爷请您在这里做客一段时间，直到您交出宝宝为止。做客？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有权有势就为所欲为，你们凭什么禁锢我的自由？石小姐，只要您交出……我真的没有生过孩子，我不懂你们为什么会突然找上我。上个月，燕国的公家准备替少爷选择合适的婚配对象，因此我们给少爷的男女关系做一次清算。在查各个女人现状的时候，只有石小姐您，我们查到了证据，
种种都显示您生过一个宝宝，但却找不到宝宝的下落。什么种种证据？石小姐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石小姐，这毕竟是少爷的亲生孩子，少爷是不可能让宝宝流落在外的。那这样，我去医院，我接受检查，不就能知道我有没有生过孩子？石小姐，少爷希望您能亲口说出事实。亲自检查，根本没有什么宝宝。我说了，是你们弄错了。石小姐，说句狂妄的话，就凭公欧这2个字，弄错的几率只有1/1000，您还是老实交出来吧。我下去给您准备点吃的。1/1000，我就是那1/1000。啊，那是电脑。好，反锁了。太好了，是联网的。你等着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把这些痛全还给你的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信号断了。既然如此，发发消息让同事救救我。消失了。哎呀，再打一次给消防。对，还有报社。我要逃出去，我必须要逃出去。门不是……石小姐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公家有最严密的信息监控，非少爷本人登录的电子设备都会被全面监控。而且，不要说您的电话打不出去，就算打出去了，也是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公欧，公欧2个字，另一方面的意思就是特权。做什么都没有用，逃脱不了。石小姐，您身体太虚弱了，吃点东西。我真的没有生过孩子，我以前和他真的没有瓜葛。风管家，如果我去求公欧，让他放了我，有用吗？难道只能去求助那个人？不要。石小姐，您还是好好配合吧。你把龚先生的孩子藏到哪里了？我们这里有最先进的记忆追寻仪。石小姐，这可是非常痛苦的。不要逼我们，石小姐，你最好还是把孩子的下落主动说出来。为什么他会认定我生过孩子？难道我失忆了？可是我明明记得每件事，除了宝宝。假如真的有宝宝的存在，我就算失忆，身边也该有个孩子才对。可明明没有，这完全说不通。别再问了，我没有藏宝宝，我也没有生过宝宝。这样绝望的日子，究竟要过到什么时候？你们放过我吧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疯的。我要逃出去。不行，这样我根本没有机会逃跑。难道真的要听管家的，学其他女人讨好公欧吗？说起来，因为他们一直逼问，我已经2天没怎么好好吃过东西了。去找点吃的吧。啊，好大的厨房，比我家还要大好几倍吧。既然没人管我的话，我就不客气啦。好久没喝鱼汤了。少爷，啊，公欧，看来我对你还是太过仁慈了，你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下厨。龚先生不是寻欢作乐去了吗？怎么会这么快就出现在厨房里？这快乐还真是短暂。这女人，怎么吃醋了？我没有。到现在都不肯说实话。石小念，你不会是赖在我这里不走了吧？我才没有，
只要你肯放了我，我立刻就走。你说你想走？等会儿再收拾你。不能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。我请你们过来，要做这些狗都不吃的食物。滚！都给我下去领铁赛费走人！非常抱歉，这就是风管家说的偏执型人格障碍。是的，少爷家世出众，从小就是众星拱月。他在商场上又是一个天才，睿智果断，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。但人无完人，或许少爷太完美了，上帝才会。最大的症状就是他极其易怒狂躁，有时甚至暴力，而他自己无法控制。想要重获自由，就不能激怒顶撞宫欧，而是顺着他。顺从讨好吗？宫先生，那些你都看不上眼的话，要不要试试我煮的鱼汤？为了自由，什么办法都要试试。你煮的鱼汤，你知道我请的主厨是什么级别？连他们的手艺我都看不上，能看上你的？哼，我也是研究过下厨做菜的，明明不比酒店差。好吧，我就知道讨好没这么容易，不吃就算了，我自己吃。给我！你，喂！味道不坏，把剩下的盛出来。是，少爷。下次不准放香草，我不喜欢。喝光了，不喜欢吃香菜，还全吃了，全吃了。少爷，稍后的工作。知道了。那可是一整锅的汤，他是大胃王吗？人家才喝2口汤。石小姐，您已经在宫家这么久了，这么长时间不见宝宝，难道您不会想吗？唉，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宝宝。再要我说100遍也一样，我真的没生过宝宝。每天都问这种问题，简直要崩溃了。石小姐，您还好吗？您的脸色很差。如果每天不问我这些无聊的问题，我就很好。风管家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？石小姐，我和您说过，只要您能顺着少爷。可是，少爷刚才又大发雷霆，嫌厨房端上来的点心不好，不如您做一点。听说上次您的鱼汤少爷喝了很多。只要心情好，就能放了我吗？好，再试一次吧。也不知道他吃不吃香草冰淇淋。啊，你是那天和宫欧在一起的女人，好像是叫谢琳琳。不要以为不教出孩子就能留在宫先生身边，宫先生身边的女人排个几桌都排不过来，就凭你这样的货色，还挤不上我。那你这样的货色挤到了哪一位呢？这是宫先生需要的，你打吧。宫先生要的东西。好啦，接过。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这个谢琳琳就只是来警告亮声的。好难吃，一定是刚刚假装打人的时候偷偷加了什么东西进来。那女人真是狠毒又幼稚的招数。宫欧那易怒的坏脾气，吃到这些东西还不分分钟弄死我！救命啊！滚进来！
你这女人也就一张脸看着单纯，心机不少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是我跟谢玲玲争吵的地方，原来她都看到了。我不认为这叫有心计，我只是有防人之心而已。那你迟迟不肯交出孩子，是在防谁？我做了冰淇淋，要不要尝尝？尝完我们再聊。想讨好我？不吃，我从来不吃甜品。哦，我拿下去了。给我放下！这男人还能更反复无常一点吗？喂我。什么？丰德那家伙只能算个老人，不能算男人。他的建议你能听？你知道什么叫讨好一个男人？等你吃完，能不能心平气和的跟我聊一下？石小念，跟我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喂我。可恶！真想将整桶冰淇淋倒在他那张脸上，让他自由。不是。原来甜食也这么好吃。这女人做的东西意外的好吃，明明又不是厨师。继续啊，继续！你手断了这么慢？喂，把龙泰给我收购了，他们有最先进的图片处理技术，60亿，我让人拨款给你，1周内给我搞定。还有，让运输那边加快点速度。不得不承认，已经耽误很久了。这男人能被标榜为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，不是没有理由。年仅28岁，就达到了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。但说到底，还不是一个偏执性人格障碍的人。唉，也不知道这样讨好宫欧有没有用。也许通知那个人来救我更快些。可是那个人会来救我吗？把最新的数据传给我。差不多了。宫欧，你干什么？你这禽兽，流氓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好了，我允许你做我的女人。什么？你迟迟不交出孩子的目的，无非不想和孩子分开，亦或者借孩子得到在我身边的地位。我成全你，留在我身边，只要你把孩子交出来。我想你弄错了，我想和你谈的是让我离开。你这做作的戏码要演到什么时候？是嫌我开的价码还不够高？好，你跟了我，我每月给你1张空白支票，自己填。我也可以让人将你炒作成世界一流的漫画家，投资动画、电影一系列，让你死了都能留名于世。这些我都给你。石小念，趁我现在对你有几分兴趣，你最好见好就收。你也就值这样的身价，女人别太过贪。你这种症状没有药吃吗？你说什么？龚先生，你该吃药了，也许偏执症有的治。哼，好疼！不识相的女人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在找死？说话呀！该死！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好痛！这就是激怒偏执症患者下场吗？好痛！越是讨好，宫欧对我的兴趣越大。我不要赔了身体、尊严，还没有自由，那样宁愿死了算了。石小姐，依我看来，你是聪明、坚韧的女孩子，怎么会？他想怎么惩罚我？少爷吩咐我们把你丢进森林，你知不知道？森林周围有人看守，你跑不出去，再加上没有食物和水，
不出7日，我就会死。虽然猜到宫欧不会善罢甘休，没想到会这么狠。看来真的是踩到他的死穴了。你现在只有一条出路，就是交出宝宝向少爷服软，说不定还有救。我在临死前能打最后一个电话吗？石小姐，我知道报警也没有用，我就想打最后一个电话。大概是要打给自己的养父母吧，也是可怜。我知道了，拿过来吧，请用吧，石小姐。他会愿意听我的电话吗？喂，他接了。是哪位？喂，他接了。是哪位？千初，我是石小念。我知道是你，我不是说过私下不要打我电话，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千初，你这么称呼我不合适吧？毕竟我是你将来的妹夫，姐。是啊，她快成为我的妹夫了，叫姐是应该的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固执地认为，如果这个世上还能有一个人救我，一定是穆千初。如果我说我现在被绑架了，你会来救我吗？被绑架了？谁会绑架一个画画的？要什么没什么。你是画漫画画傻了吗？石迪怎么说都是你妹妹，你这样编造谎言纠缠自己的妹夫，像是一个姐姐该做的。编造谎言？为什么都认为我是在说谎？宫欧是这样，千初也是这样。我没有说谎，请你来救我。如果你真的被绑架了，撕票时我会看在亲戚一场，替你收尸。心脏痛到麻木，他不会来救我。能活下去，还是想要活下去，想靠着千初活下去。我还以为只要我开口求了，他就会来救我的。原来一切都是自己想的太天真。师弟有一场寿，我现在去陪他，没什么事我就挂了。你还是记不起来我吗？石小念，你不觉得你很无聊吗？你这样纠缠我有意思？被彻彻底底讨厌了呢。穆千初，你听着，我努力过了，我的努力也只能到此为止。如果有一天你想起我来了，请到我的墓碑前看望我。千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师弟，马上来。千初，连我最后的遗言都不肯听呢。穆千初，年幼时因失明、呆板、沉默，不被家族所喜而寄养在我家。6年前动了手术，视力恢复正常，却因为手术过程中的小曲折而丧失全部的记忆。然后他爱上了石迪，我的妹妹。多狗血啊！曾经那个那么爱黏着我，口口声声喊着要娶我的少年，随着那一场手术消失了。石小姐，你还好吗？这样子的石小念，似乎比面对少爷打击时更悲伤。我可以去森林了。从千初的语气就知道，没人发现我不见了，失踪了。没人会在意我。不知道等我消失多久才会有人注意到。谁会先注意到呢？石迪、养父母、同事，还是穆千初？都不重要了，不是吗？石小姐，您真的宁死也不肯向少爷低头？如果低头能换来自由，我愿意。如果只是换来做他的一件床上用品，让我行尸走肉的活着，我不愿意。石小姐，
少爷对石小姐的做法是不是过激了？风德，看来你耗尽毕生心血所撰写的管家道德，你自己都做不到，居然开始质疑主人。我正是为少爷担忧。少爷想要的不是孩子吗？万一石小姐挺不过，那是我对她太过宽容。等她尝到濒临死亡的滋味，就知道松口了。万一没有万一，出去，都滚出去！是。还真是有本事。风德是被受过最高等级勋章的管家，时刻谨记身份，从不多言。现在居然会为了一个做作的女人求情，都是因为这个女人，因为这个敢嘲笑我、叫我吃药的女人，就该让她受点教训。悲哀，该死！这就是我看这个世界的最后印象吗？长眠森林，对一个没人关心、没人相信的人来说，似乎也是不错的结局。哦，对了，进来前，风管家给的画纸。石小姐是个漫画家，一定喜欢极了画画，临终找点寄托也是好的。寄托吗？想起来我第一次画人物的时候，小念，把我画好看一点。千初怎么画都好看啊，你长得最漂亮啦。漂亮是形容女生的，真想看看你画的我是什么样子。你总有一天能看到的。那等我看到了，你就和我结婚好不好？父亲怕我万一曝光了丢人，将我寄养在你家，别人也都不喜欢我，嫌我是个瞎子碍事。只有你理我，小念，你要一直在我身边。如果你不在，我就算看见了全世界，也不知道去哪里。千初，曾经怕我不在就不知道去哪里的少年，已经将我彻底忘记了。他知道去哪里，去任何一个地方，唯独不会走到我这里。真傻。都说人临死前会回忆过往的一切，看来我真的离生命终结不远了。我好饿，我好痛，喝点水应该……一滴水都不行，打算要将我活生生的饿死吗？滚我果然够狠。也好，死得快一点，总归可以把痛苦缩短一点。想这几年来，我为千初弄得众叛亲离，大家都认为我不该剥夺妹妹的幸福，一再胡搅蛮缠着她。就算你和千初以前再要好，那也只是小孩子的事。他现在长大了，就算没失忆，他也知道他要的是你妹妹。小念，我真希望我从来没有收养过你。你走吧，以后除了过年，别再回来。不回去了，以后哪怕是过年，都回不去了。我消失了，所有人都会松一口气吧。收购后的新闻发布会随便安排个董事去就行了，别再来烦我。是，总裁。哼，无聊的女人，临死前就知道做这些事。终于知道痛苦了，看来很快就会哭着哀求了。胃好疼。胃已经饿到没有知觉，据说不喝水3天就会死。我这是到极限了吗？
好累啊，真美呢。小念，小念，小念，做我的导盲人，带我去外面走走。千初，不要了，千初，你已经看到整个世界，不再需要我了。再见。这里是……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就这么站在别人床上，吓死我了！石小念，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有病的不是你吗？你才有偏执症。我叫你去死你就去死，你有那么听话吗？我叫你做我女人怎么不做？到死都不知道求饶！白痴、无知，连求生都不知道的蠢女人！哼！好像要我死的人就是你吧？现在反过来骂我，还踢我被子。衣服什么时候换了？看什么看？就是我换的。你身上哪里我没见过、没摸过？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我没在你脱水的时候跟你上床，就是我有修养。装什么死？疼！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想弄死你，把你晒干了夹在书里做书签。那你让我死了不就好了？那是我要弄清楚一件事，别人写遗书你画一画，什么叫没人相信？给我解释清楚！哼！说清楚，什么叫没人相信你？我冤死你了？不冤吗？冤在哪里？你设计爬上我的床，偷偷生下孩子还不交出来，心里不知道藏了什么心计。你这种女人有什么冤的？我没说谎，反正你也不会信。你没说谎的话，就应该收集证据，全部砸回那个人头上，让不相信你的人向你认错，而不是一死了之。这个最不相信我的人，居然这么说话，好像在劝我别寻死一样。看我干什么？我是不可能弄错的，我只是在教育你。不可能。那我可以去找证据吗？可以。他居然说可以。石小念，你听着，我从不冤死人。我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，如果你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诚实，就给我乖乖的滚回这里来，带上我的孩子。1个星期的时间，太短了。怎样？快决定！可是宫欧这个人喜怒无常，难得他肯松口，不能讨价还价。好，我答应。那你现在可以给我解释另外一件事了。什么事？这人是谁？你男人？穆千初，是穆千初。真是你男人？我的人怎么没查出来？怎么可能？那只是我的妹夫。没有，只是我创作的漫画而已。哼，临死还创作漫画，你真有闲心。没有男人就行。石小念，我警告你，你是我孩子的妈妈，不准有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。画上的少年，仿佛连同回忆一起被宫欧撕碎，像你命中注定了什么一样。我和穆千初的一切，注定是要被撕碎。你不是要证据吗？看好了，这就是证据。石小姐，一切都是我弄错了，请鞭打我吧，请蹂躏我吧。女人，大半夜的你笑什么？
睡觉。可这床是我睡。这是我家，我哪里不能睡？行，那我走。嗯。你干什么？把腿拿开！我要杀死！人不在了。今天一定要走，再留下去，不知道宫翁还会做出什么事来。风管家，哎，石小姐，比那天少爷抱回来时气色好多了。抱回来？是啊，石少爷第一个发现你昏倒了，连人都没有叫，亲自把你从森林里抱回来的。哼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少爷对人这么上心。上心？明明是想我去死，最后却又把我救回来，为什么？宫欧答应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去找证据，我现在走了。好，石小姐，我们会派人暗中监视你的一举一动，千万不要做一些求救等不理智的举动，那样没用，还会触怒少爷。我知道，谢谢。那我走了。石小姐，请等一下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能不能用点脑子做？叫你们做点冰淇淋而已，这么难？你们的荣誉是狗给你们颁的？人家一个没考过级做的，都比你们好吃100倍。风德真是老了，怎么会聘请你们这帮废物进来？滚滚滚！他的性格真的是太差，太容易暴躁发火了。冰淇淋？拜托拜托。好吧。活着下床了。这嘴好毒，不是？要不要我做一份冰淇淋给你？不要，太难吃了。真的不要？明明刚才还在夸我做的好。不要。真的不要？还不滚，看着你就烦。那我走啦。给我滚回来做。这男人真的是无敌了。还愣着干嘛？做完了20栋冰淇淋。之前还说不喜欢吃甜的，现在吃成这样，肥不死你。去哪儿？我出去找证据，证明自己的诚实啊。那我要吃冰淇淋怎么办？关我屁事。等你吃完，我再给你做。那你滚吧。那个连谢谢都不知道说的恶劣男人。石小姐，我现在先送你回家吗？去韩城桑拿会所。好的。我之前有手机和拎包落在这里，想拿回去。请登记一下资料。手机已经没有电了，还得充电。石小念。穆千初。不是被绑架了吗？怎么没被撕票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不知道怎么把谎圆下去了。不如我教你啊，你可以说你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从绑匪手里逃了出来。说不出话来了，姐姐。姐姐？他叫我姐姐？还以为死过一次的人是不会心痛的，却因他一字一字疼到钻心。开车。开车。你真有那么讨厌我吗？对一个整天想纠缠自己妹夫的女人，你认为我该有什么样的情绪啊？笑脸相迎。你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你以为我会信你？以前我是准备等你和小迪结婚我才放手的，现在我提前放手了。其实这些年在穆千初身上一再受到羞辱，每次也都告诉自己放弃，甚至会看到穆千初和石迪在酒店门口吻别的新闻照片时跑去相亲。我告诉自己只是怕寂寞才相亲，事实上只是他嫉妒了，嫉妒到疯狂。我知道我根本没办法真正放弃，可这一回，如果你真的被绑架了，撕票时我会看在亲戚一场，替你收拾。
真的放下了。或许我该感激宫欧，是他让我看清了，在宫家，穆千初在电话里说替我收尸时，我终于明白，以前的穆千初不可能再回来了。那我是不是该谢谢姐姐？一定要这么伤我吗？千初，这几年我真的努力了，如果有一天你记起来了，请不要怪我。就算我记起来，我爱的依然是师弟。是吗？还真是绝情呢。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干脆的离开。以往每次不纠缠到感人都不会走的，最好这次是真的。如果有一天你记起来了，请不要怪我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明显是在通过我看另外一个人，看那个以前的我，在诀别时的诀别吗？这股烦躁的感觉怎么回事？少爷，您心情不好吗？没有。开车去石蝶的别墅。不是说带我去吃法国料理吗？你怎么还不到？已经迟到10分钟了。宝贝，我马上到，再等一下。不，我不能原谅你。你上次不是看中法国来展的一套蓝宝石耳环吗？你把耳环买下来啦？不止耳环，是一整套首饰。现在能原谅我的迟到吗？一整套？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那我等你。小念，虽然是眼睛复明手术，但这一次我会动到脑部，万一我失忆怎么办？我要是失忆，你记住，一定要让我找回记忆。我忘记谁都不要忘记你。就算我记起来，我爱的依然是师弟。仔细想想，这几年还真是犯贱的够可以，不停地挖妹妹的墙角，弄得众叛亲离。活该。幸好结束了，不再纠缠穆千初，不再纠结过去的记忆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做个为自己而活的石小念。我的家一定是宫欧派人干的！宫欧你个混蛋，竟然在别人家乱飞！不然遇见穆千初，差点忘了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了。感觉已经好几个世纪没在自己的床上好好睡一觉了。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做一次检查，让医生证明我根本没生过孩子。好累啊，明天再说吧。好吵啊！石小念，你到天台上来。我？这声音是宫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听错了。石小姐，少爷在天台上等您，请马上上来。石小姐，少爷在天台上等您，请马上上来。救命啊！石小姐，少爷在天台上等您，请马上上来。石小姐，没办法，少爷在天台上等您，请马上上来。我来。直升飞机，简直嚣张浮夸到极致。石小姐，风管家，这个直升机什么情况？哦，是这样，少爷晚上去 C 市参加一场晚宴，回来时要降落在这里。我担心晚上视线差，不好找准降落点，就铺了几条灯光跑道。灯光跑道，有钱任性，为什么要降落在这里？石小念，是我不够惹眼，
还是我的飞机不够惹眼？你眼瞎了？这个人为什么突然骂我？还不走？去哪儿？你家？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是我家？搞什么？这几位美女是？啊？哼！龚先生，穿白色晚礼服的是少爷今天的女伴，林氏电子企业的千金小姐。另外3个嘛，是今晚宴会上有人送给少爷的礼物。礼物加女伴就是4个，他吃得下吗？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石小姐下去就知道了。这房子也太小了，哎，真寒酸。就是啊。宫欧你，宫先生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冰淇淋在哪里？什么？你不是说冰淇淋吃完了你再给我做吗？你在骗我！你敢骗我！我没有骗你。等等，你的意思该不会是把我做的冰淇淋全吃完了吧？20桶啊！给我冰淇淋，快点！那可是20桶的冰淇淋，他居然全部吃完了。他把冰淇淋当什么？水吗？空气吗？1天之内吃了20桶冰淇淋，居然都没事。看来平时一定健身养生有道。你干什么？看看我又不看了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和宫欧对视的压力太大了。听着，我允许你看我，但不准看到一半不看。这男人真是无语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我做完冰淇淋，请凤管家带给你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吃。那我出去买点材料回来做，能多离开宫屋一会儿都是解脱。石小姐，材料都在这里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少爷已经等不及了，请马上开始吧。给我冰淇淋，快点给我！原来龚先生你喜欢吃甜品，下次我做给你吃啊。龚先生，你尝尝我的嘴唇，比冰淇淋甜。讨厌，龚先生，慢点啊！真想拿起菜刀冲出去，杀一个算一个。宫欧把这当成什么了？正当的夜总会吗？龚先生，你弄疼人家了，太过分了！你们好疼啊！又一个骗子！丰德，把这女人给我丢出去！等等，龚先生，那要不要尝尝我的？还有我，龚先生，还有我也很甜的。丰德，把这3个女人也给我丢出去，挡着我坐沙发了。龚先生，等等，我还没。龚先生，冰淇淋做好了。他手上拿着的不是我的漫画原画稿。你别丢了，这个原稿只有1份，很重要的。我就说你这女人只是看着清纯而已，还画这种成人情节，又是制服诱惑，又是手铐、皮鞭，原来你喜欢这种。那只是为了主角性格而已，还给我！他的温热让他十分满足，皮绳在他身上留下红印，像绽放的樱花般美丽。他让他大汗淋漓，使得整个人都充实了。还给我，宫欧，还给我！没了就是没了，还写画画的这么唯美，你们文人就是矫情。还给我，宫欧，你这个变态，还我！过分！
我1个星期的时间。对，我给你1个星期找证据，不是代表我不碰你。我讨厌你！你有本事把你的话再重复一遍！我有丑到需要你闭上眼睛？糟了，如果再让他生气，又会被扔进森林里饿死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不会吧？难道20桶的冰淇淋终于有反应了？活该，恶人自有天收，简直是大快人心。你也有今天。怎么还在吐？这是吃我冰淇淋出的问题，到时候秋后算账怎么办？你还好吗？废话，当然不好。我去叫风管家送你去医院。他的眼神不如平时那么有神，全是迷茫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以前穆千初失明的时候，眼睛里最多的也是这样的迷茫。不要动我，难受。没事，揉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不疼了。别停，继续揉，石小念。小的时候，千初每次生病也是这么靠着我，握住我的手，告诉我哪里不舒服。你的手在抖什么？我没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什么？他怎么会知道我在想谁？哼，你的手指是敏感点，一碰一吻就抖。上次在汗蒸馆我就知道了，手指居然容易敏感，真是个轻浮的女人。这男人真是脑子有病！我不管了，你才轻浮，你全家都轻浮！红欧，你太过分了！糟糕，昏过去了。风管家，不好了！少爷不是普通人，平时都是私人医院定期做检查，今天是特殊情况，只能来医院。我们得确保身边的消息不会泄露出去。也是。宫欧是恩义跨国集团的总裁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如果他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估计新闻会乱写一通，恩义的股市也会波动。少爷的检查已经出来了，是急性肠胃炎。吃20桶冰淇淋，没胃穿孔就不错了。肠胃炎只是小事，我不会泄露的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下，石小姐，您在病房陪会儿少爷吧。为什么？少爷在昏迷中一直在叫着你的名字，我想他应该是很需要你的陪伴。要是少爷醒来见不到你，我担心他会大发雷霆。叫我的名字？宫欧怎么会在昏迷中叫我的名字？我对他来说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。石小姐这边来，只是一个做作的女骗子而已。石小念，石小念。他真的在昏迷中念我的名字？为什么？他对我该不会……你看，石小姐，我就说嘛，少爷对您是不一般的。不会吧？石小念，石小念，石小念，继续揉。揉？风管家，现在我能走了吗？当然可以。真是见鬼！差点以为宫欧会在昏睡中叫我的名字，是因为喜欢上我了，蠢死了！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？石小念在少爷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女人而已，可少爷
从没为吃一份冰淇淋，就急急忙忙坐飞机赶来的。小念，饶。真不知道我八字是哪里不对，怎么就会招惹上宫欧？回家还得躲着邻居，总不能说世界知名的宫欧先生大半夜用直升机降落普通小区的天台，只是为了吃一桶冰淇淋。唉，说起来，我的手机系统还是 NE 设计的，系统是完美无缺，贴心的统计着每一份数据。可是对于孤独的人来说，却是一种嘲讽。消失那么久，只有5条短信，还全是垃圾短信，还真是孤单啊。QQ 信息倒是有好多条，全是编辑催赶紧创作新漫画的。唉，一直以来，我的世界就只有木千初和漫画。木千初放弃了，漫画还没创作出新的，我还剩下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还有谁能比我更失败呢？谁啊？大早上的搞什么啊？喂？宫欧，他已经醒了，而且他还有我的手机号。你还敢跑？你把我折腾到进医院还敢跑路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我不是跑路，我只是回家。10分钟内，你要是不带着键盘跪到我面前谢罪，你就等死吧！这个臭男人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，还谢罪？又不是我让你吃20桶冰淇淋的，吃出病来关我什么事？要尽快和宫欧划清界限，不然这个偏执狂一定能整死我。石迪的新剧你看了吗？看了啊，我超喜欢他的，人长得好看，演技也好哎。石迪确实很美，像开在盛阳下的花，那么美好，那么张扬。木千初怎么会不喜欢？以前他只是看不见而已，可惜以前不懂这个道理，以为只要找回记忆，木千初还是我的。我真是傻。石小姐，请跟我过来一下。你是石迪的经纪人？石迪小姐在里面等你，她刚看到你了，想跟你见一面。石迪在妇科等我。小迪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生病了吗？姐姐，我怀孕了，是千初的。怀孕？哎，你脸色很苍白呢。姐姐，这么多年了，我没怪过你一句吧？到现在，你是不是可以放手了？自然是要放手的。和木千初的过去，不管再难，都不得不放。石小念居然不反驳了。既然有了宝宝，就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工作要小心。有什么要姐姐帮忙的，你开口。那我走了。姐姐，希望你不要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我已经忍你这么多年，我忍够了。我爱千初，如果你再来纠缠，不要怪我不念姐妹之情。不会，我不会再纠缠，你安心养胎。哼，姐姐，在我面前，你何必装成这样呢？我可是最了解你的人。爸妈总说你性子乖巧，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抢妹妹男朋友的人。只有我知道，你一直都是表面清纯，天生反骨，特别想强占一切，根本不是突然变了性格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爸妈是因为久不生育才收养了你，但你一到，我也紧跟着出事。爸妈把更多的关爱给我，你就拼命的扮乖巧，装好女儿，想赢得爸妈的爱。可是没用，
我才是那个亲生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小时候每次妈妈抱着我的时候，你在角落里的眼神有多恶毒。小的时候，自己是嫉妒过爸妈偏爱妹妹，没想到在师弟眼中，成了眼神恶毒。被忽视的人，就连嫉妒羡慕的资格都没有吗？后来迁出到我们家，你主动照顾他的一切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吗？你不是关心迁出，你只是想要占有一个人，想要有一个人是你的，陪着你，你不想孤单而已。我看过你的日记。没办法否认，年纪小的时候，谁会喜欢一个沉默寡言的瞎子？可我太孤单了，大家都只喜欢师弟，我迫切需要温暖。穆千楚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。我去照顾穆千楚，我去讨好穆千楚，把自己变成他最重要的人。我以为这样就不会再孤单，但到最后我还是被抛弃了。就像爸妈有师弟后，就把我放在一旁。可能老天都知道你的心思不单纯，所以迁出手术过后就把你彻底忘记了。他恢复视力，他恢复正常人的审美，然后他还爱上了我。够了，别说了。姐姐，穆千初他是我的。你不用一再强调，这只会显得你底气不足，好像你也没抓住穆千初一样。你差点忘了，我还有东西要给姐姐。拿一封请柬给我。好的。我和千初这个月底要结婚了，作为我的姐姐，你应该出席。我不希望被媒体说我家不和。姐姐，你那么会耍心机，少一个穆千初也没什么，再找个盲人天天照顾他不就好了？哼，那得不让他动手术恢复视线，不然又要白忙一场。不要露出软弱的样子，没关系。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需要有个人陪着，这条路再孤单再寂寞，也可以一个人走下去。下一位，石小念小姐。啊，我是石小念。是宫欧，又怎么了？石小念，你敢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？你人呢？石小念，你敢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？你人呢？我在医院。那你还不快滚过去？再给你30秒。请快一点。哎，好的。恐怕不行，我在做检查。什么？你在？宫欧，等我证明自己没怀过孕，希望你别再打扰我的生活。再见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医生，我和我老公快结婚了，但他听到流言蜚语，认为我生过孩子，对我没有以前好，还一直羞辱我，所以我想拿一个没怀过孕的证明。尴尬死了，没想到自己会以一个这么荒谬的理由来检查妇科。这样啊，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呐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你也挺不容易的。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检查？我干这行已经有20几年，一看就知道。躺上去，把裤子脱掉。不能用其他方式检查吗？这是最快捷的。快躺上去，我后面还有病人呢。没什么的，就当做一次体检，做了之后就能还自己一个清白，没什么。
小聂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是不是找死敢做这种检查？门被……你怎么会？石小念，干什么？等，你弄疼我了！谁给你的胆子做检查？我要找证据。找证据？找证据就是找这种色老头来看你的那个地方啊！色老头？我是医生，先生，请尊重我的职业。还有，你是她老公吧？你这么多疑，怀疑自己老婆生过孩子，是很不尊重啊！龚先生，是您啊！对不起，我有眼无珠，我先出去，慢聊。医生，喊什么喊？你很想被一个老男人看？在医生眼里，没有性别之分。那他也是个男人。OK， 那我找个女人。有可能是蕾丝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行，那我让医院用其他检查方式给我检查，行了吧？还要检查？我早就里里外外给你检查过了。哦，石小念，你是不是特别想把自己剥光了给人看？石小念，要么把你的放荡给我收敛点，要么就把你的放荡表演在我面前，别露给外人丢我宫欧的。宫欧，做人要有点底线。你以为我想做这种检查？如果不是你像只疯狗一样咬着我不放，我会来这里。你说谁是疯狗？你个大……你们都用自己的观念来认定我，你们哪个真正了解过我？你们只是想欺负我而已，你们只是想欺负我。有这么委屈吗？不就是说话重了些。他说你们又是谁？宫欧，我是做过多少坏事才会遇上你？不就是亲你一下，至于吗？听到没有？说话！让我找证据，是骗我的吧？既然你没打算放过我，你耍那么多花样做什么？还不如直接弄死我！让我弄死他，一死了之。这么激动，不是装的吗？把我弄死吧，一了百了。还在说？宫贤，你闭嘴！你再说一句，我真弄死你！少爷，气死我！该输液了。不用了。风格，是少爷。我是不是长得不行？绝对没有这回事，少爷。少爷是宫家最英俊的一位，就是放在娱乐圈，那也是无人能及的。这货谁啊？那我是没钱？不存在的。少爷可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。那这女人看不上我，我到底差在哪里了？你最讨厌了。少爷是指石小念？我觉得石小姐好像不是那种有心机爬上位的女人，不然她应该早就见好就收，带着宝宝留在少爷身边了。如果是想爬上位，我给了机会，她应该顺杆爬才是。她究竟是想要什么？我知道了。哼，我知道了。我在做检查。宫欧，等我证明自己没怀过孕，希望你别再打扰我的生活。他想要的是自由。给我找律师过来。是，少爷。石小姐，他想到弄死我的方法了。少爷让我来和石小姐谈一笔交易。交易？是这样，少爷愿意给您无限的时间去找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但在此期间，您要成为他的女人。一旦您证明到自己的清白，或是交出为少爷生的宝宝，少爷就同意您离开，放您自由。我不同意，我才不信，那就是一个狂躁的偏执狂，
怎么能信任？石小姐，您别先下定论。其实对您来说，这是一个有利的交易。少爷身边的女人很多，他虽然有偏执性人格障碍，但我从未见过他在一个女人身上执着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少爷一帆风顺惯了，习惯要的都要得到。您越是反抗，反而会激起他掠夺的心态，这样对石小姐反而不利吧？您最想要自由，不是吗？自由？石小姐，要不要给您时间考虑一下？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出尔反尔？这个石小姐放心，少爷从未出尔反尔过，更何况有合约在手。我不觉得合约对他那种人有约束。少爷从不轻易签字，这是公家的规矩，因此这份合约有绝对分量的约束力。石小姐，有一线希望就该争取，活下去您才能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风景。风景？我的世界早就没有亮丽的风景，但我认同有一线希望就该争取。好，可是我有几个要求。您说。我可以做他的女人，但他不能强迫我做那种事情，我又不是什么专业干这个的。不行！他一直站在门口偷听。亏你还学过谈判，谈个交易谈这么久，真是废物。是，少爷，是我能力不够。石小念，你给我听着，你只能提一个要求，但不能是强迫这条。我想什么时候碰你就什么时候碰。你，那我不签了。不签？不签我照样碰你。不要想什么一死了之，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我派保镖盯着你，绝食我给你输营养液，我让你想死都死不了。我没那么好的耐心，再给你10秒考虑。想死的干脆都不行吗？那我还能怎么选？我签。终于学聪明了。行了，可以给你提一个要求。不准打我。同意。我石小念就这样成了宫欧的女人。丰德，他要收合约，把合约全部内容给他。是，少爷。啊？什么叫合约的全部内容？石小姐，这里是合约第6页至278页。第6页至278页。石小念，你刚看合约细节那么仔细，没发现缺了很多页码吗？果然直接是从第5页跳到第279页，居然在这里动手脚。公公，这是诈骗！骗你？你也就身体值点价。石小姐您放心，少的这部分不影响全局，只是在您作为少爷女人的这段时间，您要守的规矩而已。规矩？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要求，他对我却有274页的规矩，凭什么？哼，凭我是宫欧，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你简直混蛋！丰德，告诉他合约是怎么写的，打我有什么惩罚？是，挠脚心100下。宫先生，念在我是初犯，能不能让我把合约拿回去仔细阅读？那就背下来好了，我要抽查。好，279页。行了，你滚吧。这女人向往自由，不喜欢被完全束缚，所以不能逼得太紧，要偶尔松一下，否则会让她叛逆到想要玉石俱焚的。一旦明白这女人想要什么，一切就变得很好控制。石小姐，我让司机送你。
整整洗2个小时，终于洗掉在医院的气味了。我得仔细研究一下那份合约。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怎么想的，居然能想到274页的规矩。难道他的那些女人是人手一份吗？我操！这男人是有大男子主义吗？居然还定下这样的规矩！这要怎么去证明自己没怀过孕？又不能让医院出示证明。主人，今天是你24岁生日，蛋糕准备好了吗？一起庆祝哟。生日？原来今天是我生日。自从千初失去记忆后，我就再没过过生日。以前老家的阳台就是我们过生日的地方。千初的生日比我晚1段时间，她喜欢把她的生日挪前和我一起过，把她从穆家得到的礼物全部送给我。给你礼物。谢谢千初。小念，以后我们的家也要有一个阳台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阳台上过生日。我们的家？等你长大嫁给我后，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。现在的穆千初已经不需要在阳台上和我一起过生日，她有师弟，也将有自己的宝宝，她的生活幸福美满，再不需要我了。还想什么呢，石小念？没人会为你过生日的，谁都不会记得。这么晚了，谁啊？应该没人会在这个时间找我。难道是有人想起来了，要给我过生日？是爸爸妈妈，还是同事？啊，来了！说不定是是公欧啊。也对，怎么会是他们？我实在是异想天开。龚先生，你不是在住院吗？出院还要跟你先打份报告申请吗？少爷，那我们在外面等着。快点，我饿了，做吃的给我。现在，快点！我什么我？你现在是我的人，让你做饭就做饭。知道了，放手。哦，好像还不错，算你用心。方便面而已啊。他一定是味觉有缺陷，家里那么多大厨，他都看不上。方便面倒成为他嘴中的不错。这是我的面。谁让你煮的少？我不够吃。甜品呢？还有甜品？你还没饱啊？没饱。这家伙是猪吗？你才患的急性肠胃炎，还是不要吃太多。把这些劣质碗都换了，看着都没食欲。没食欲还吃那么多，我都没吃饱。这椅子不行，换了。这天花板不行，换了。这花瓶太丑，换了。石小念，你什么品味啊？你这家里的装潢也得换。又没人求你来，最该把你给换了。人呢？难道已经回去了 ？Shit， 这什么破浴室啊！你在我浴室干什么？你问干什么？洗澡。这地方太破了，破坏心情。给你换地方。换地方？什么换？风德，备车。我石小念在24岁生日的这个晚上，收到一份大礼，豪宅，全亚洲最贵小区天之港 A 座复式公寓，每平方米78万，这价格简直亮瞎眼了。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是没见过这么高的房价。这里的砖头是纯金打造的吗？把嘴巴合上，感动的话，我允许你跪下来向我叩谢。你的目的只是换个好地方睡我为什么要感动？要不是考虑你不喜欢束缚，我还用另外给你买房。那你就跟我回去住，我的地方更大。回去住？那个后宫一样的帝国城堡？不，才不要过去。龚先生，谢谢你给我买的房子，我真的很感动。
这还差不多。少爷，复式公寓是装修好的，可以直接入住。我现在将施小姐的东西搬进去。那些明天再做。放我下来！闭嘴！他怎么每次不是扛就是提？我是个活生生的人，又不是什么物件。那是穆千初。在想什么？还不进去？没什么，是看错了吧？怎么可能是穆千初？这女人怎么了？等等，疯了！她不会是想在电梯里吧？电梯可是有监控摄像头的。石小念，合约都已经签了，还跟我玩抗拒？合约？是卖身契吧？龚大少很喜欢亲热给别人看吗？我合约没看完整，如果是，请便。该死，忘了还有监控这回事儿。跟着我就让他这么难受，要摆出这副表情。行，不给别人看，带你去看我们的房子，你最好表现得开心一点。哇，昨天晚上没仔细参观，这房子真的好大。没想到这处豪宅居然就在我的名下了，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人要贴着宫欧。石小姐，早。一大早就守在门口，不用睡觉吗？早。石小姐是要出门吗？我是要回去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。好，原来是这样。石小姐之前租的房子我已经退掉了，您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您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遗漏。还想趁宫欧睡觉，赶紧回去洗个澡，换身干净的衣服，呼吸自由的空气，几乎全给我搬来了。搬进来吧，我检查一下。好的。房子也退了，彻底不给我留后路，我还能说什么？石小姐，这边需要我为您配多少佣人？不要，我不习惯多人。可一人打扫这么大的公寓有点吃力吧？那我找2个钟点工。我可以效劳。风管家，虽然这是宫欧花钱买的公寓，但我既然住在这里，希望能自由支配自己的空间。好的，石小姐。谢谢。少爷的眼光很毒。石小年看着平平淡淡、清清纯纯的一个乖乖女，但骨子里真是带着些叛逆的人，喜欢自由，对束缚有很大的反弹。风管家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下3年前的事。石小姐还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那您问吧。3年前的大年初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具体的事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那天少爷参加了一场名流晚宴，在一艘名为巴哈的超级大游轮上。巴哈？石小姐有记忆？有，当时我和大学同学去应聘游轮服务员，那场名流晚宴持续了整整3天。是持续3天，第1天少爷就被下了药，也不知道怎么，当晚有个女人进到他的房间，然后就……少爷很生气，盘查游轮上的人，最后查到的是石小姐您。当时少爷只是对您略施惩罚，并不再追究。略施惩罚？是。所以我在大学被记到过一份什么乱搞男女关系的大过，是你们搞的事？有没有搞错？全校传的风风雨雨，说我不检点，专门找有家室的老男人。可老师恶意给我不及格分，害得我都没能堂堂正正的毕业。哼，敢给我下药的你是第1个，这点惩罚算轻了。真是条疯狗，好疼！你又害羞了，抱一下就懂。这大色狼，没看到管家还在这里吗？龚先生，我现在了解了3年前事情的始末，我想有必要和你说清楚。说。3年前我的确是在巴哈游轮上，但我发誓没给你下过药进入你的房间。
如果你就是要讲这些废话，那停止吧。我说的是真的，那种名流晚宴上应该有监控吧？查一下就知道了。石小姐，那天晚宴上都是大人物，虽是宴会，但也有很多要事相商，因此当晚是不设监控的，以确保隐私。没监控。对了，当时的确音频官和我们说过，不能带手机以及任何电子设备上游轮，防止偷拍偷录。也就是说，根本没人记录下3年前的事。还有什么话说？那你们也不能一口咬定是我下的药。那天晚上游轮人那么多。石小姐，我们是经过最缜密的搜查，才会确定是你，这一点不用怀疑。是搜查根本不对，要不你们再搜查一次？够了！一早上还要我听你废话多久？去做早餐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。石小念，你给我听着，没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少跟我废话。你要学得乖一点。封口。好，我去做早餐。这才像话。丰德，通知下去，2个小时后总公司开会讨论龙泰收购，让他们都给我发点有用的言论，否则全炒。是，少爷。少爷虽然容易暴躁，但对石小姐还是十分控制的。啊！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，一定要摆脱他。3年前的巴哈游轮事件，只要找到当时和我一起打工的大学同学唐毅，就算得上是一个人证，能证明我的清白。可是，当初几乎是灰溜溜离开大学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同学的联络讯息，这要怎么找啊？该怎么办？怎么去找这个大学同学唐毅？难道要依靠宫欧的权势？石小姐，小区南边有一家次郎，请购入碗碟。购买碗碟？宫欧对餐具的要求还真是挑剔，烦死了。次郎，那是……不是吧？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石笛，穆千初，千初，你再忙下去，信不信我去接电影？一起忙都见不到面好了。那怎么行？我们马上要结婚了，只要你和家在这里，我会每天接着回家。真的？我怎么舍得骗你啊？原来他们住在这里，昨晚没看错，真的是穆千初。也对，天之港极其注重隐私度，他是超一线化妆品企业的继承人，石笛是人气明星，2个人把家选在天之港再合适不过了。可也太狗血了，居然和他们成了一个小区的，还都是 A 座楼。如果被他们知道我在这儿，肯定又以为我纠缠过来了吧。先去买碗碟吧。小姐，需要我为您介绍吗？你想要什么样的呢？天哪，宫欧居然要我来这里买吃饭用的碗，这里分明是艺术品好吗？我看看。小姐您一看就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，不如您看看这一套蝶恋花。我这不是低调，只不过是在天之港穿了廉价衣服而已。原来我刚刚没看错，真的是你。石小念，我真是低估了你死缠烂打的能力了。穆千初，原来刚刚在电梯那儿，他看到我了。穆先生，我们这边有休息区，不如2位坐一会儿，我为你们端杯咖啡。好，请慢用。感觉那2个人有情况，有八卦。你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？这里不对外租房，以你的收入买不起这里的房子，你也不像是有朋友能住在这里。你放心，我不是跟着你们进来的，我也不会打扰你们。黑咖啡和摩卡，糟了，千初最怕苦，下意识就把摩卡移给他了。石小念，这就是你说的不打扰。
条件反射。是你的又一套策略，欲擒故纵。你的花招真是百出不穷啊！我说放弃就是放弃了，你怎么认为是你的事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天之港？你最好能给我一个完全与我无关的答案。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宫欧把我进屋藏娇，成为他万千女伴中的一个，然后得到一套房。说不出口，在穆千初面前，我还有起码的自尊心。是与你无关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我暂且听着。还有，石迪怀孕了，我绝不容许她受到任何伤害。我不会再打扰你们，也希望从今往后，你们见到我也当没见到，各走各的路。再见。这一次，至少我要有尊严的从他身边离开。完蛋了！小姐，这些是否全部替您包上？这个盘子多少钱？一个盘子25万，那这一地的碎盘子，岂不是要赔偿几百万？我替你赔，从今往后别再让我见到你。这是买你消失的钱。我的一切都与你无关，请你离开。这些盘子你画一辈子漫画都赔不起。聪明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求我。那是我的事，当初我纠缠你是我的事，我放弃了也是我的事，从来都和你无关，不需要你用钱买。收下他这种钱，是对过去那段记忆的侮辱。这是我最后在穆千初面前的骄傲。好啊，你为此坐牢，也能让我清静一阵。不能哭，不能哭！你一个穷鬼过什么死了？快点赔钱！赔！我算了一下，差不多200万，赶紧赔钱！干嘛一言不发啊？你不说话我就报警了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会害得我们连工作都丢了的。你这种女人呀，我见多了。听穆先生的语气，你肯定没少纠缠他。爱慕虚荣，想傍上穆先生，也不瞧瞧自己是个什么货色。就是，穆先生的未婚妻可是石迪，人家是大明星。你看看你有什么？你给石迪提鞋都不配。就是，穆先生又不是瞎了眼睛，你以为你追到天之港来，他就能看上你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穆先生又不是瞎了眼睛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宫欧，啊？你说什么？宫欧会替我付钱，我能赔给你们。真的？少爷，您回来了。你都怀孕了，不要做这些。我就是怕身材走样，你会嫌弃我。怎么会呢？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乱想什么？我还能乱想什么？你别忘了，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姐姐呢。她从来不在我们中间。怎么不在了？从你恢复视力后，她就一直纠缠你，都6年了。6年，石小年居然坚持了6年。师弟，以前在我没失忆以前，我和石小念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要好？怎么了？你开始对他有不一样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？他一直是在撒谎。OK， 就算你们以前真的那么要好，那你想怎么样？和他在一起吗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爱的只有你一个。真的。师弟，
你可不是这么不自信的人。姐姐纠缠你那么多年，我怎么自信？傻瓜，不要乱想，会影响肚子里的宝宝。龚先生，真的来了？他怎么亲自来了？我是打电话给丰德借钱的，宫欧怎么会来？他不是应该在总公司开会吗？宫欧，你怎么会？你这一身谁弄的？请你借。我是问你，你这一身是谁弄的？不要跟我废话。是他们给我啊！是龚先生。你干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没出息的女人，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。致电瓷廊的老总。天哪，路！就说他的服务员把他店砸了。是。龚先生，龚先生，不要啊！是我们有眼无珠，不该错怪这位小姐。您就放过我们吧。我不是要借钱吗？怎么最后变成服务员们来承担损失？龚先生，放过我们吧。石小念，窝囊的女人我见多了，像你这么窝囊的还是第一次见。几个服务员都搞不定，真不知道3年前你怎么有胆子给我下药的。等，3年前下药的又不是我。蠢货，无知，废物，被人欺负成这样，打不过人就算了，你那嘴是用来摆看的，不会告诉他们你有人撑腰。撑腰？你那嘴是用来摆看的，不会告诉他们你有人撑腰。撑腰？真是蠢死了。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就没人会替我撑腰。即使当初和穆千初感情那么深，可他是个盲人，更多的时候还需要我来保护。今天第一次尝到有人为我出头的滋味，却万万没想到会是宫欧。废成你这样，你怎么好意思活？你说什么？谢谢你，龚先生。这是我第一次被人保护着。莫名其妙。啊？哎，等等，被人道谢有这种反应的吗？又不是说要杀他，该不会是在害羞吧？哎，我在想什么呀？宫欧是什么人？怎么可能会害羞？不过，他好像没有我以为的恶劣的彻底。风管家。啊，石小姐，少爷应该在房间开视讯会议。今天会议开到一半，少爷就回来了。会议开到一半就回来？他为我的事专程赶回来？是的，当时我在会议室外等候，接到石小姐电话的时候，少爷正把一个总经理训斥出门，正巧听到。这是他对每个女伴的照顾吗？莫非他的每个女伴他都照顾有加，各种出头，那他不是很忙？石小姐口中的照顾，我不知道怎么定义，只知道少爷终止会议是第一次。第一次终止会议就是为我赶来出头？怎么可能？啊，这是在搬什么？石小姐，少爷吩咐不再让你外出购物了，所以添了一些东西进来，衣服都是巴黎最新款，是给您的。全是裙子，我这是往金屋藏娇的方向一去不回头了。味道刚好，看在宫欧今天给我出了一口气的份上，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给他。啊，也不知道在那儿看了多久。吃饭了。
脸上没弄脏啊。别照了，再照也就那样，一张脸勉强能看。长得丑，你还不是费尽心思和我签什么约？还不快上菜！哼，乱个！根据前几次的经验，公欧吃饭简直快得不是人。吃慢一点，不就要饿肚子了？你吃相真丑啊！我这是虎口抢食好吗？还嫌我吃相丑？太丑了，你转过脸去吃，不要影响我吃饭。淡定，石小念，他今天帮了我，他今天帮了我，他今天帮了我。这还差不多。石小念，我要提醒你一件事。从今以后有事直接和我说，不要通过风德。借钱借到风德头上都不找我，这女人是觉得风德比我还有钱吗？知道了，我还真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只要找到唐毅，那就等于找到一个人证。唐毅能证明那3天我没乱跑，更没去下药。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唐毅，我想要他的联系方式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不是你让我直接找你吗？直接找我，我又没说要满足你。那好吧，我自己想办法解决。石小念，你什么态度？你别忘了，在合约里清楚的写明以我为主，你敢对我这种态度？我什么态度了？我就是不想理他，他也能生气。他这个人应该算是偏执狂加躁怒症。冷静，不能和他吵。是，龚先生您在上，我在下，您说的都对。当然，算你识相。看你这么听话，这个什么同学我派人去查。他叫唐毅。知道了。龚先生，什么事？我想问，你今天为什么会赶来替我出头？自己养的狗怎么能让别人拔毛？狗？不是狗？我居然还说谢谢，居然对他还有那么一丝感激。下次做饭我一定放砒霜。最近发生了太多事，感觉好久没有工作了。先看看消息。交稿！啊，原来是编辑催稿，吓死宝宝了。新漫画呀，我也想画新漫画，问题是没什么灵感。一空下来，不是在想伺候公欧吃什么，就是在想要减少出门，不然会碰上一个小区的木前猪和石笛，太难了。光这些私事就让人头疼，怎么画新漫画？留你这帮废物有什么用？0.1的误差也是误差，你没上过学吗？你再干这行，就是对全人类造成伤害。滚，给我滚出恩义，滚得越远越好。我又在骂人。公欧做事很偏执，吹毛求疵，一点点小小的偏差都不能忍受，人又容易发火。等下，这不是最好的现实素材吗？石小念，你还真是闷声发大招啊！我还以为你隐退到深山老林里了呢。这个偏执狂的构思好，现在啊，很多人都有精神障碍，你尽快的把人物定稿给我。明白，看来可以有。公欧有多高来着？1.9米吧，太高了。大长腿，身材修长精瘦，短发齐整，深色的剑眉，一双黑眸很深很明亮，永远带着别人惹火他的愠怒。高挺的鼻梁，薄情的唇有一丝性感。天哪，鲁这也太英俊了！公欧，以后在漫画里，我爱怎么虐你就怎么虐你。灵感大爆发，不知不觉就画到这个点儿了，又到厨娘时间了，做饭。这种富二代的婚礼晚宴，我为什么要参加？
随便派一个秘书去就行了。少爷，可对方是即将继承。说了不去就是不去，别烦我。宫欧真是一天有20个小时都在发脾气。说起来，穆千初和石迪的婚礼就是2天后，去还是不去？是爸爸打来的电话。爸爸。你现在还是在家里画漫画？是，我还是在画漫画。爸爸，你和妈妈身体还好吗？我都忘记有多久没接过爸妈的电话，这些年打回老家爸妈也不会接的，即使接了2句便挂。你知道小迪的婚礼被媒体称为公主的婚礼吧？我知道。石迪，原来是为了妹妹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关注这场婚礼吧？届时国内外的媒体都会关注，这是小迪一生一次的婚礼，我不想到时会有任何的负面报道。宫欧什么时候吃起来了？您放心，我不会去的。他上辈子一定是饿死的吧？就知道吃。哼，不去不是又要被写成家庭不和？到那天，你和我们一起去，待在我们身边，不要乱来，不要说话，只吃饭就行了。可我不想去。你还要闹几年才罢休？他们都要结婚了，你是不是真的不给妹妹面子？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总要回报一点吧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去的。明明现在不想再和穆千初他们有所纠缠了，爸爸却还要我出场。现实总是事与愿违，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那最好。磨磨蹭蹭好了没？剩下的菜呢？马上。他是猪吗？才几分钟就吃完了，连根葱都没有剩。你的眼神好像在说我是猪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最好没有。石小念，你在菜里加了什么特别的料？罂粟？怎么可能？只是些普通的家常菜。那我为什么会上瘾？遇上这女人做的食物，好像怎么都吃不够似的。有做的那么好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对了，龚先生，我那个大学同学唐毅，有查到他的联络方式吗？还没。还有个事，我要和你说一下。过2天我要去一个婚宴，不在家。不行。这个婚宴我不得不去。这样，你想吃什么，我今天通通做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你什么？吃你就让你去，怎么样？吃我？就算是平时，我也不能说不行吧。我的身体早就是他的餐后甜点了。石小念，你是真的堕落了，答应这种荒诞的要求，答应的这么爽快。那你得主动点儿。没点诚意，你觉得我会轻易放你？天哪，居然要为了能参加穆千初的婚礼，对宫欧主动，这也太……我数到3。要怎么主动？当然是我满意为止。1、3。为什么突然就到了3？等一下！我怎么听到3就报上来了？